區區2000cc是嚇不着我的。Oh god damn！ 大家好，我是凱斯，今天又來搞浪漫啦！這一次又是個非常不得了的一天吶，因為有個號稱排气量2000cc起跳的巡航摩托車品牌橫空出世。动力系統是由美國哈雷引擎性能改裝零件大廠坐鎮，外形則是由歐洲 KTM、福斯瓦納和杜卡迪的設計操刀，台幣50萬起就能逆天入手的 S-Way。聽起來也從裡到外都是歐美血脈 ，but 它的產地卻是在中國。事情變得越來越有意思了。Anyway， 今嘛就讓我們一起來竊玉偷香，一探究竟。Go！ 來自中國重慶新晉摩托車品牌 S-Way， 正式中文名稱呢叫做新威奇。近期透過代理商引进核心零件，並由馬來西亞 M-Force 集團組裝。本地市場共推出4款車型，但今天只看得到3款。簡而言之，就是6檔風噪的 Ranger RS 2000，6檔風噪的 Rover RL 2000，6檔風噪再加上1顆後輪的 Vanguard VT 2000，都很酷讚。在實際上路體驗前呢，先帶大家快速檢視每台車的重點規格以及特色差異。首先來看這系列最親民的入門款 Ranger RS 2000，售價馬幣68,888，搭載1976cc V 型雙缸空冷引擎，最大馬力來到了102匹，在3連轉就能爆發158牛頓米的殘暴扭力。應該說，這個應該算是巡航車內的性能機器了吧？車重340公斤，座高700mm，油箱容量18公升，輪胎配置前18寸後16寸。特色配備的部分，像是 Gas 皮帶傳動、感應鑰匙、倒車檔、ABS、TCS 等等。我個人認為這台車最對我的胃口，因為以我個人審美來看 ，Ranger 這台車並沒有完全要懷舊復刻的意思，總之它的外形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後現代的復古美，有點抽象，但依舊浪漫。接着是豪華長途旅行旗艦 Rover RL 2000，售價來到了98,888，整台車裝備重量440公斤，擁有99匹的馬力輸出，最大扭力同樣是158牛頓米，油箱18公升，座高700mm，Gas 皮帶傳動，輪胎配置基本上跟 Ranger 一樣，但是 Rover 的後輪的扁平比略低，是為了背負重型整流罩、行李箱以及乘客時，提供更穩定的支撐性以及更低的重心。符合長途旅行車的設計需求。然後 Rover 標配了 JLB 音響系統，還有7寸全彩 TFT， 以及在馬來西亞很難派上用場的前後加熱座椅和絕對用得上的超大風鏡。我覺得很加分的是 Rover 的前後行的節油器都是內建好的，不用為了美觀而後期去裝孔長鏡頭。最後全車共有6個儲物空間，舒服。最後，這顆1976cc引擎平台延伸出來的終極車款，就是這一台全場霸主正3輪重機490公斤的 Vanguard VT 2000，售價是148,888，油箱一樣大，座高一樣高。另外，它標配了專屬機械式倒車檔 ，TPMS 胎壓偵測系統。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用了動力傳輸更直接粗獷、機械感爆棚的軸傳動，然後雙搖臂加上獨立懸吊。以及防甩頭設計，增加上路行駛時的穩定性以及舒適度。而且後輪寬度來到205mm，輪圈說好是15寸，提供更強的抓地力。
OK，現在稍微來感受一下這台新萌巨獸的力量。小迪克也是我在美式巡洋艦算是新手，那就挑這台相對最輕巧靈活的 Ranger， 而且嘗中華暴力美學其中的奧義。哇，這個機械觸控感！哇，脚踩的位置，哇，感覺它在蹲馬桶哎，這個姿勢。OK， 哇哦，這個扭力感，哇，倒檔需要升腳。從2檔巡航。方向燈在這裡。退檔。然後1檔它氣蠻短的，那好像升2檔，好像可以2檔起步就夠了。哇，這個扭力，這個拉扯感，有那麼一點點而已呢。哦，啊，有沒有帶？哇哦！哇，這個需要打风镜啊！這個震動哎，像我的右手震動還蠻大的。對，進3檔。對啊，升檔需要升腳，三角勾，過蹲了，退2檔。其實換擋過程中。還蠻明確的，那檔位還蠻清晰的。只是這個方向燈你也不太習慣呢，就左右，它的右邊是按右邊，左邊是按左邊。像我几檔我都忘記了，还有2檔，对，升檔。对，退档，哇，退档那個回炮，哦，這有剎地，哇，2檔低轉2000轉起步，2000的怠速感其實還不容易熄火啊，這挺回大啊，已經雙檔的感覺真的夠正哦，真的，哇，我的右手超麻了，這樣戴手套啊，進檔。右手超麻的，这手要戴耳后才可以抵消那個震動。不過就是爽，騎這種車沒管你細不細膩的，就是這種粗獷感，舒服舒服。OK。嗚呼！對啊。哦，這個龍圈啊，要很注意哦。確實，它的方向燈哦，右邊是右邊，左邊是左邊。給到1檔。哦，它的傾角還蠻 OK 的。哇，那個聽到聲音嗎？那個進檔的聲音，咔一聲，超粗獷。其實它的屁股不會震動哎，它的屁股震動主要是來自雙掌。我的腳板其實它的抑制蠻好的，唯一的震動是來自你的雙掌，尤其是右手。OK， 來2檔起步，2000轉，哇，手到擒來。稍微拉扯一下，等它抓穩這個。哇！
這個是原廠管吧？原厂管來說，這個声音其實蠻销魂的嘞。咱们可以改成单人座椅，那背后可以靠背的话就很舒服。目前我的背后是没有支撑性的，就跟你后座。进档，哇，进档入档還蠻絲滑的，其實。哇，手超麻，腳超麻，158牛頓米的力量。好，3檔第一轉，退檔方便啦，只是進檔真的是那個腳需要點技巧，需要抬腳，就大腿需要抬起來。懸吊 OK， 如履平地。來，中間有一個人孔蓋，我過一下。哦，還 OK， 可能胎壁夠厚吧 ，I don't know， 沒什麼感覺。來過躉人孔蓋，可以舒服。它到中速域啊，到40幾，就時速40幾的加速，其實還蠻溫和的。對，還算很好操控。不是有 TC 介入啊，怎麼樣？就是不會直接失控的感覺。剛走的它都就落地了。OK， 還好沒有吃線，乖寶寶。哦，其實它的離合蠻重的，像我掛這一檔是嗎？你看我調離合器。需要蠻用力的，對，起步了。OK， 哇，開始衝一下，那離合器的時候衝了一下，把進來。哇，這種氣管補油才是這車精髓啊！可以，還好。300多公斤的重量哦，有壓抑它都去拉車桿了已經。然後它真的很舒服。就唯一這個7人三角唯一不舒服的是它的背，這台車的後面的支撐性不足。因為透過後期的改裝吧，因為很多部品可以改。後剎車用踩的跟汽車一樣。後剎車還蠻溫和的。還是前剎比較可靠。哇，超熱，好熱！来喝茶跟朋友聚聚啊，這樣子騎的。哦 ，calm down。基本上它的整個坐姿會，寶馬的坐姿會比較正，三角形是正三角形，這個就仰三角形了。而且確實需要用核心的力量稍微就是撐一下才起得來。你的那個。腰部的支撐點的話，就可能就沒這麼舒服。你長期巡航的話，就可能需要停頓休息的次數會比較多一點。哦喲，對，基本上寶馬的坐姿就非常舒服，但是你就是要那種躁動的感覺啊。對，沒錯。對啊，這樣寶馬的水平對臥這樣子，但是它的律動是非常有規律，這一些的律動感的話，可能就沒有寶馬的這麼實在。哦，就沒那麼扎實。確實，它的那個震動感比較零碎啊，比較沒有規律。感謝在地車友 Ben 以及 Jeffrey 的誠心分享。這台 Ranger 初步體驗下來，我覺得就像一台不安分但已經被馴化的猛獸。雖然換擋的時候你腳動作會有點大，但檔位和離合銜接其實算細膩，不是那種粗暴難以掌控的類型。不過一檔的氣真的有點緊湊，起步那股扭力還沒爽夠，就差不多該升檔了。而且油門反應有種很特別的延遲感。當我右手補油的時候不是瞬間衝出去。我會隱約感覺得到點火、曲軸轉動、傳動開始工作的時候，力量一路傳到後輪，然後身體才會被拉走。那個過程是有時間差的，有那麼一瞬間，好像世界慢了半拍。也許是這台車的機械循環感太強，才會讓我有一種一步步把動力召喚出來的錯覺。如果你喜歡這種粗獷、原始、帶點暴力並不規則的機械感，那真的會很爽。至於靈活度，就那樣子了。
我還是會建議，要有一定騎乘經驗的騎士在嘗試這類的車款。畢竟這台巨獸在慢速操作的時候，還是需要一點技巧與判斷。但說實話，我其實更好奇的是，它在市場上到底鎖定着誰？在絕大多數的用車環境裡，它更像是一台特殊用途的玩樂車，日常使用談不上方便，體型、重量、熱度都不是拿來通勤代步的設定。再者，如果撼動那些資深的美式巡航玩家，我覺得也不容易。因為美式機車真正迷人的地方，往往不是排氣量或是性能，而是品牌常年累積的歷史、文化底蘊、騎士精神、社群認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價值信仰。那種東西不是規格表可以複製的，所以我反而覺得這期我們 SVH G58比較像是給那些對美式巡航有興趣、喜歡粗獷、放蕩不羈的機械感，但還沒真正走進那個文化圈的騎士，或者單純想要嘗鮮收藏的玩家。簡單來說，它應該不是來取代誰，而是提供另一種入口。OK， 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我是克里斯，拜。I know there's something out there for me, baby, and I know my time is dear.